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向大家聊一下建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话题。我们不是单纯地介绍数字化在建筑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也不是只讨论数字化在工程技术领域的应用。我们讲的是如何以数字化为工具，实现传统建筑企业的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在我看来，只有做到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建筑企业才能最大程度地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实现数字化红利和提升企业运行的效率、产品的质量和施工的安全。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接下来将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孙九春博士，他目前是腾达建设集团的董事、执行总裁、总工程师。正是他主持了腾达建设的数字化转型，开发了腾达建设云，构建了适合中国建筑企业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孙总，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你们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实现腾达集团的数字化转型？白老师好，腾达建设做数字化转型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原有管理模式无法满足企业追求卓越的目标；二是近年来建筑业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要打造高品质的产品，为业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企业必须从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型转变。你们关于这个数字化转型的哲学是什么？是这样的，白老师，数字化转型跟我们传统的一种认为仅仅是上一个数字化软件有着根本的不同。数字化转型我们遵循的原则是模式重构、规则重塑和流程再造，这12个字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是模式重构，再次是规则重塑，最后是流程再造。模式重构就是打破原有的管理模式，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管理模式。比如说我们管理以法人管项目模式代替内部承包制，这是对我们项目管理模式的一个根本性重构。在这个模式重构基础上，原有的所有的运行规则都要进行重新调整。从我们的质量、安全、进度，包括成本，原有的这种内部承包制模式下的运行规则都不适合于我们的这个新的法人管项目模式下的运行规则。所以说呢，我们就从第一性原理出发，重新构建了集团、分公司、项目部3个纵向层级，以及横向不同职能部门，比如说工程、质量、安全、技术、经营、成本等等各个条线他们的运行规则。模式重构解决的是集大家之力做项目的这一个方向性问题。规则重塑它是解决的是力往一处使的问题。最后4个字是流程再造。流程再造，我有这么多规则，那么我们怎么运行呢？围绕着某些目标，我们要把这些人事规则通过一个逻辑顺序把它运行起来，来实现我们所有人围绕着一个目标去运行。那么这就是流程再造。因为数字化这种手段彻底颠覆了我们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比如说我们很多信息原来是靠人与人相互传递的，在传递过程中它会造成大量的信息的这个失真。如果我们的高层按照失真的信息去做决策，那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而恰恰数字化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一种模式，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扁平、更加高效、更加还原真实情况。项目上的这些信息和你这个管理上的那些信息怎么去打通，在这一方面呢，我所了解的是你们腾达集团在这方面呢实际上是花了不少的力气的。在这方面能不能谈一下您的体会？白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也是目前我们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痛点问题。目前我们建筑业所依赖的产品就是项目，因为项目是我们整个施工企业运行的载体。但同时呢，为了把项目做好呢，我们又有一套公司的运行机构来为项目提供各种技术支撑管理。在原有的模式下呢，企业层面实现了我们所谓的数字化软件的运行，但是项目呢，因为它比较复杂，工况特别多，往往还是存留在原有的这种模式下，这会导致2层皮，专门针对企业的数字化，又有了专门针对项目的数字化，2套体系没有打通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数据无法流转，
做数字化就纯粹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没有为我们项目管理赋能。这是原有这种模式的痛点。我们腾达做数字化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并没有采用市场上传统的这些数字化软件，而是结合自身的建筑业的特点，开发了从项目到分公司到集团全方位多个层级都融合的这个软件系统，彻底打通项目管理与公司管理的断点问题。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实现了项企一体化。企业是要搞数字化，说到底呢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因为你们有了这个数字化以后，你们是工作的效率到底提升了多少？我们应该是6年前，我们按照就是模式重构、规则重塑、流程再造这12个字，用数字化手段改造我们的企业管理和项目管理。那么这6年时间，我们有10几个项目都已经在完全运行了。然后至少几个方面来讲首先改变了原有传统模式下项目层面跟公司层面之间存在的某些矛盾。我们这种模式下要求公司各个层面跟项目各个层面进行深度融合，共同为了我们项目的目标来开展工作，大大提升了这个我们的一个管理的效率，特别是能够实现群策群力。第二个呢，从这个管理的上讲，原有管理比较粗放没有标准化，管理的行为结果往往取决于个人他的努力程度。那采用数字化之后，我们所有的管理行为全部做到标准化、清单化，同一个平台下运作，使得每个人的行为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或者说我们的决策过程、管理过程做到透明化，大幅度提升了我们的管理效果。第三个呢，就是采用数字化大幅度提升了我们法人管项目的决策效率。这个采用数字化之后，我们所有的分拨分工，它从考察、入库、投标、履行合同到计量到结算，全部在我的系统上运行。每一个审批环节都有明确的限定时间，大幅度提升了从决策到落地整个的一个时间。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模式，采用数字化之后，它的决策效率还是提升了很多。企业做大了，需要一个集体来做决策，效率就慢了，是吧？因为这个管理的层级多了嘛。然后呢，通过这个数字化，这使得我的效率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效率提高了。这样一个，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项目确实也很复杂，无论是技术、规模还是风险，这个过程中都需要集大家的力量，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目标。比如说这6年里面，你们的产值增加的情况怎么样？应该是从2018年那个时候探讨做数字化，2020年呢，我们是用数字化来改变我们企业的管理。那么这6年时间里头呢，我们有10几个项目全部采用了我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去运行。至少这6年运行下来，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已经获得了各方业主的好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利润相比于之前是有明显提高的因为我们通过集约化管理大幅降低了成本。像你们类似的这样一种集团企业，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就是说也像你们一样花6年时间去做这个。那么能不能就是说，你这套东西就是能够转让给其他的企业？在这个方面，如果转让，你们是愿意一个什么样的价钱能够把这套东西能够转让给别的企业呢？我们依托我们自身的项目和公司的行为，那么我们进行数字化转型。腾达建设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能够代表大部分江浙民营建筑企业的一个特点。它的行为，它的管理模式其实跟我们目前市场流行大部分的民营建筑企业都很相似，因为它的转型之路也可以为这些民营企业提供借鉴。依托这个转型所建立的数字化范式和方法论，也完全可以为我们大部分民营建筑企业转型提供这个指导和帮助。我们构建了适合于施工单位的企业管理、
项目管理、专业应用3个维度的数字化体系，可以满足不同层面的管理需求。数字化的核心，它不是一个软件，数字化核心是一套理念，是企业追求精益建造、卓越目标的管理底座。对于这种极致管理要求下，我们更多想通过数字化来提升我们管理水平。如果对于有志于想通过数字化提升自身企业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的企业，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二个呢，我们这套软件也是集合了我们这么8年时间，在众多不同类型的工程项目包括市政、公路、轨道交通和房建，同时呢，也在面向不同的区域公司，你比如说我上海的、台州的、杭州的，他们不同文化所总结出来、所归纳建立的一套这个数字化软件，因此呢，它具有比较广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能够适应很多建筑企业的实际需求。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根据这些企业特点，对我们这套管理软件进行微调，使之呢更加能够适应他们企业管理的要求。这套软件是为腾达建设的转型而研发的，但是呢，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这个软件赋能给我们这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想转型发展民营企业。至于价格嘛，因为市场上也有类似的一些软件，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沟通交流。我听下来是不仅仅是一个软件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实际上因为就前面你12个字也就讲了，实际上它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模式的运作的一个再造这样的一个，所以就不是那么简单，看起来就是说不是转卖软件，而可能是一个管理咨询，是吧？软件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它是个载体。那么接下来呢，能不能对着这个电脑这个或者你们的那个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就是在项目上它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运行包括公司运行能不能帮我们就是能够这样来演示一下？可以到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现场更加真实的这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企业数字化项目管理，包括企业转型是如何做的。